大哥，你试试这些衣服合不合身？我记得你的尺码是这个数，不知道你最近有没有长胖了或者瘦了？蓝东晓看了一下衣服的尺码，说道：大哥每天都会抽时间锻炼身体，不会让自己变成大胖子的，尺码没有变。他拿出那些衣服往自己身上比试了一下，说道：肯定能穿，以后不用给大哥买衣服了。大哥的衣服太多，衣柜都要放不下。蓝若若说道：我没有男朋友，看到彤姐在买衣服，就顺便帮你买几套，以后我若是有男朋友了，你想让我给你买，我都会忘记。你这是典型的重色轻哥呀，那趁你还没有嫁人，多帮哥买上几套，免得哥以后想穿你买的衣服都没得穿。逗你的，你是我哥一辈子的兄妹，老公还未必能和我过一辈子呢。多少人结了婚，几年后感情磨灭了就离婚。在蓝若若的心里，兄妹情是长久的，一辈子的，爱情反而不一定能长久。很晚了，上楼去休息吧，明天还要上班呢。蓝若若嗯了一声，起身上楼去了。一夜再无话。接下来的2天，蓝若若都没有遇到战维。猜到战维是陪着侄儿女们玩乐，她每天都能从海童的朋友圈看到更新的相片，偶尔会有战维抱着贝贝的照片。蓝若若看到海童带着孩子到处玩，有点心痒痒的，很想也出去散散心，但她还要上班，还要开会，还要处理文件，忙得团团转的，还要抽空约张少出来吃饭见见面。张少还没有女朋友，他当初和蓝若若相亲，有点喜欢的，但是蓝若若对他没有意思，便没有了下文。很快便到了周末，星期六的晚上，蓝若若要出席商业酒会，张少也收到了邀请，2个人干脆约了一起过去。傍晚时分，张少便到了蓝家别墅。先生太太，张少来了。管家带着张少走到蓝父蓝母跟前，恭敬地对2人说道。蓝父蓝母早就从女儿嘴里得知，张少会过来接女儿一起去参加商业酒会。伯父伯母，张少手里拿着他买的礼物，虽说2家是熟识的，但他今晚过来是以蓝若若男伴的身份，就不好意思空着手过来。蓝若若跟他说想和他处一下对象，看看能不能培养出感情来。张少本来对蓝若若也有点意思，既然蓝若若想与他尝试一下，那就处一处朋友吧，若能培养出感情来，2家长辈也会很开心。张成来了，快坐。蓝母起身，笑着从张少手里接过了东西，嘴上说你来就来了，还买那么多东西过来，让你破费了，都是一些营养品，有利于养生的，是我的一点心意。听说是养生的，蓝母多看了一下那些东西，脸上的笑容更甚了。张成，你太有心了，这几种产品我和你蓝伯伯都在吃，挺有效果的。我是听若若说，伯父和伯母平时就吃这几种养生营养品。张成在夫妻俩的对面坐下，他比蓝若若大1岁，今年30岁了。由于他是家里的独子，不管是爷爷奶奶还是父母，都操心着他的人生大事，催婚催得厉害，也安排他相亲无数次。可以说阳城那些豪门千金几乎都和他相过亲，但他工作很忙，身为独子，家族企业必须挑起来，没有人可以帮忙分担，他实在是没有太多时间去恋爱。虽说相亲无数次不是没有相中的，也不是没有人相中他，是他太忙，没有时间陪伴对方，所以那些相亲对象约他吃过1、2次饭后就没有了下文。他和蓝若若相亲还是3个月前的事了。说实话的，相亲那么多次，蓝若若是让他最满意的，不仅仅是2家家世相当，还有蓝若若很能干，他需要一个非常能干的老婆，那样能帮他分忧解愁。那种娇滴滴的明苑就不是他的菜了，那种娇滴滴的姑娘需要很多时间去哄，他可没有这样的时间及心情去哄一个女孩子。
像兰若若这种自立自强的女强人，强势中又有着温柔的一面。平时大家都忙着工作，周末能聚聚谈谈情，说说爱，最适合她了。伯母，若若还在楼上？她应该在换衣服、化妆吧，你坐一下，我上楼去看看，催一催她。兰母对张成挺满意的。哦，主要女儿肯嫁人，嫁的是个男的，她就没有意见了。她对女儿很放心，也很信任，能让女儿满意的男人必定是个好男人。伯母不用催若若，我可以等的，反正宴会没那么快开始。管家给张成倒来了一杯温开水，又拿了新鲜清洗过的水果以及几样精致的点心过来。将那些吃的摆放在茶几上后，管家默默地退下去。兰父招呼张成吃水果，张成道过谢，也不客气，用小叉子挑起一块果肉吃。张成，你和若若出席宴会，看着她一点，别让她喝太多酒，免得喝醉了这丫头的酒品不太好。喝醉了会调戏帅哥，后面那几个字兰母都不好意思说出来。张成温和地道，伯母放心，我会看着她的，不会让她喝醉。不过据我所知，若若的酒量很好，很多人都喝不过她的，几乎天天都要应酬。兰若若的酒量早就练出来了，再好的酒量也会有醉的时候。总之你多看着她点，她要是有了醉意，你第一时间带她回来。等会儿我安排司机送你们过去，你们都要喝酒的，有司机跟着去好一点，不要酒驾。张成微笑的点头，他有点好奇的问伯母，若若喝醉后会怎么样？他想知道兰若若的酒品差成什么样子。兰母有点不好意思的说道，她酒品不好，一旦喝醉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，唠唠叨叨的，最喜欢胡说八道，还喜欢动手动脚，特别喜欢调戏帅哥。他怕女儿喝醉了调戏张成，吓到了张成，也会破坏女儿在张成眼里的印象，那就不好了。好不容易有个男孩子让女儿有点满意的，愿意发展一下的，可不能吓跑了张成。张成，伯母说什么？兰母更加不好意思了，声音都小了点儿，说道，若若喝醉后最喜欢调戏帅哥了，不过她很少喝醉的，只要你看着她点，不要让她喝醉就行。女儿现在29岁，只喝醉过2次，2次都调戏了帅哥，把人都吓跑了。等女儿清醒过来，又什么都想不起来。若没有帅哥给她调戏，她还会调戏自己的好闺蜜呢。张成真想象不到呀，若若喝醉了居然会调戏帅哥，他反而有点想看兰若若最后的样子。伯母，你看我够帅吗？这孩子该不会是想被若若调戏吧？张成，你别刻意去和若若拼酒，怕你拼不过她，她还没有醉，你就先醉了。兰母说道。平时生意上应酬时，张成偶尔也会遇到兰若若，知道兰若若酒量是很好，自己未必拼得过她，便笑道，伯母，我就是问一问，不会真的和若若拼酒的，放心吧，我一定会看着若若，不会让她在宴会上喝醉。听说雷老还邀请了杨太的战围，那是兰若若的死对头，偏偏那家霍俊美得太过分。张成怕自己和兰若若拼酒，两个人都醉了，但兰若若调戏的不是他，而是去调戏战围，那就完蛋了。两个人平时斗鸡眼似的，见了面就要针锋相对，不见面都经常隔空过招呢。在阳城的商界，谁不知道两个人是死对头？也就是雷老资格老，人缘好，大家都尊重他，给他面子才会两个人都邀请，都给他面子。伯母先谢谢你，你陪你伯父聊聊，我上楼去看看若若准备的怎么样了。这孩子平时动作都很快的，今晚怎么回事？到现在还没有换衣服。兰母嘴上说着话，人却往楼上走去。她上了2楼，来到女儿的房门口，抬手敲门，边敲边问道，若若，你换好衣服了吗？
妈能不能进去？妈，房门没锁，你进来就行。蓝若若还没有换礼服呢，她在挑选礼服，不知道穿哪一套好。母亲来了，正好，她可以让母亲帮她挑一套最适合她的礼服。你还没有换衣服啊？上楼这么长时间了，张成都来了，在楼下等着你。兰母进来看到女儿居然还没有换上晚礼服，妈，我不知道挑那一套礼服好一点，妈，你来帮我挑一套吧，看看哪一套最适合我。兰母说道，这些晚礼服都是为你量身定做的，都是你喜欢的款式，都适合你，随便挑一套，换上了都会美丽大方。我女儿的身材如同模特一样，穿什么衣服都好看。兰母嘴上这样说，还是上前去帮女儿挑了一套她认为很适合女儿的。张成穿着黑色的西装服，你就穿白色的晚礼服，跟他是黑白配，最适合的了。你们俩站在一起，那是郎才女貌，登对得很。蓝若若说道，我不太喜欢白色的晚礼服，容易弄脏，脏了还特别显眼。哎，我都想像平时那样，就一套西装服多方便呀。穿礼服我总觉得浑身不自在。怎么会呢？你又不是第一次穿晚礼服，你穿什么样的衣服都很好看的，就这一套了，这一套很漂亮，快去换了，换出来让妈再看看。在母亲的坚持下，蓝若若只得拿着母亲帮她挑的那套白色的晚礼服进浴室换衣服。片刻，她从浴室里出来，问着母亲，妈，怎么样，好看吗？好看，非常好看，来来，坐在这里，妈帮你化个淡妆，让你更加的美丽动人，成为今晚最美丽的女人。蓝妈妈是个高贵端庄的女人，她其实对女儿平时的妆容是不满意的，化的妆太淡了点儿，还不如素面朝天呢。但女儿这么大了，在女儿没有向她提出请求时，她都不会管女儿化妆的事。蓝若若又对着镜子看了片刻，确定自己是真的很漂亮，她才满意的走过来，在梳妆台前坐下，让母亲帮她化妆。若若，你这次是决定和张成恋爱了吗？怎么突然间就喜欢他的了？之前你们俩相亲后不是说不来电的吗？兰母见女儿选完礼服，都挑来挑去，想挑最好看的那一套，以为女儿是为了张成。女为悦己者容吗？蓝若若沉默了片刻后说道，跟我相亲过的男人，我就看张成稍微顺眼一点。爷爷不是操心我的婚事吗？就试一试了。大哥说我喜欢战维，我才不喜欢他呢。他是我的死对头，我恨不得拍死他，怎么可能会喜欢他？我就和张成试一试，告诉大哥我不喜欢战维。兰母的动作一顿，你哥说你喜欢战维，就是那个总和你作对，总是跟咱们家抢生意的战维，阳泰公司的那个老板，除了他还有谁？今晚他也会出席宴会。兰母若有所思，女儿是喜欢张成还是喜欢战维啊？若是喜欢战维而不自知，又去招惹张成，那样不太好吧？若若，你可得看清楚自己的心，到底是喜欢张成还是战维，别两头都招惹，到时候被人骂你脚踏双船，反而两头都空。兰母提醒女儿。蓝若若叫道，妈，你怎么也和哥哥一样，认为我会喜欢战维？那家伙嘴贱得很，每次被他气到，我都恨不得撕了他的嘴。你不也经常气得他脸色铁青的？兰母知道女儿和战维针锋相对的事，她也见过战维这个年轻人。凭良心讲，战维是比张成更帅，能力又不相上下，就是不知道战维的家庭情况，只知道战维是管城人，离阳城远得很呢。战维那么优秀，想来他的原生家庭也不错的吧？他父母若不优秀，也培养不出这么优秀的儿子。蓝若若哼哼两声，那也是他招我惹我了。同行那么多，他偏偏跟我们蓝氏过不去。兰母笑道，若若，如果妈没有记错的话，
貌似是你先去招惹他的吧？你也说同行那么多，你为什么专门针对杨太呢？妈妈到底是站在谁那边的？